大家好，今天是2023年2月20号，视频来聊一下比特币25000美金为什么不进攻了？有没有可能主力是在等待本周的2个重要事件，到时候看会不会有大波动，或者是从技术图形4个小时、1个小时最近有没有一些失败的迹象，也来跟大家讨论一下。比特币估计还是在震荡啊，当然我个人15K、16K 抄底的多单还是选择继续再爆，等下来跟大家跟踪一下2只大金鱼。之前在这一个低位的时候，1月4号跟1月7号是有跟大家提醒你要去追加，因为2只大金鱼是买了超过2万枚的比特币，但是1月7号的那一只金鱼已经是转移了3到4次，不过发现应该也是没有卖啊，它一直在转移14000枚左右，现在是又转移到一个新的地址，等下来跟大家跟踪一下那2只大金鱼目前的一个情况啊。复盘之前可以点我们的 YouTube，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，或者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，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。如果有用我们邀请链接注册的朋友，也可以直接 Discord 上面联系我们啊，帮你拉进 VIP 组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目前的价格，它现在整个日线昨天在这个位置，我估计应该也是整理啊，只是28000之前它是要去冲一次奔走型整理，还是说直接在这一个区间震荡，也是跟大家讲的有几天。如果我们参考比如说20年疫情当时底部一波小牛市起来之后，它这边也没有着急的马上再去进攻，比如说去2万啊、3万或者4万，都是整理了有近70天左右一个矩形的形态，再上去这边也是整理了一个区间，类似20天左右，后面是2根跌破又画了一个矩形，都是在测试上面的这一个压力区啊。那这一次的形态我前几天是有跟大家讲，比如说当时疫情底部起来之后，这边不是有一个上影线的 K 线，它后面是走了一个奔走型整理，压回再上去再压回，再上去再压回，但是价格从来都没有跌破这根 K 线的最低点啊，收盘的时候没有跌破，盘中是有跌破了2次，所以这一次我们也可以尽量观察一下，前面几天也不是有一根很大的一根上影线嘛，然后我前几天是跟大家讲，这一次我们思考一下，主力如果是在搞散户，当时这边不是有一个矩形破位的一根 K 线是在这一根哦，那这一根开盘价附近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短线的一个支撑区啊。所以我的观点，前几天跟大家交代的一个支撑位23000美金，也就是这个位置啊，它如果要在这个矩形里面整理一段时间，盘中破可以，但是收盘尽量不要破，这是短线的一个支撑位，我们尽量就这样子来对待，或者是还要再做买点。我的观点是，现在4个小时或者1个小时有一些不好的迹象，就是量价有转换的一个迹象啊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之前都是上涨的时候放量，上涨的时候放量，然后从高位开始，有时候会发现下跌的时候有量，特别是昨天4个小时在这个位置也是收了一根空方吞噬，而且下跌的时候是在放量。那最近我的观点是，如果真的还有资金的朋友，你尽量找低点去买。那低点的位置要怎么买，也想跟大家聊一下。上一次是有跟大家讲过，2万4附近不要追，你再去观察有没有可能破这一个矩形的位置，才有可能会有买点。那上一次是破了这一个4个小时 Vegas 通道的114，现在其实2万3附近也是很接近这一个 Vegas 114的通道，我们尽量观察。你如果真的要再做买入动作的朋友，就是不适宜去追价，因为量价有变啊。所以我的观点是，你尽量观察，有压回这个位置的时候，看要不要做买入的动作。有可能整个中线其实比特币的主力应该是很耐心的继续在震荡，包括1个小时我们也可以观察一下。上一次这个高位不是有跟大家讲，有一根大量，它是整个整理区间里面最大的一根量。这一次挑战的时候，这个高点是压力还是压力啊？有可能还是在这边蓄势，有可能主力是为了等待本周的一些重要事件。我们可以看一下2月23号，也就是周四凌晨3点的时候，美联储会公布2月份货币政策的会议纪要。至于里面的内容，有可能还是老生常谈啊。虽然上一次有看到美联储的一些官员针对上一次 CPI 的数值
不及预期，预期是在 6.2， 但是最终公布的 CPI 是在 6.4。我的观点是，这个会议纪要它是2月份的，它是早于那个 CPI 公布的一个时间，所以也不排除可能这一个纪要，我们到时候就观察一下，有可能也是老生常谈，就是说还是在控制通胀。但是主力除了等待这一个会议纪要的事件以外，我的观点是有可能更重要的一个事件是在周五啊。也就是周五的时候，美国还有一个物价指数要公布，就是这个美国的 PCE 物价指数。那我们要去跟踪一下，上一次 CPI 是不及预期 6.4， 这一次这个 PCE 物价指数目前的预测值是还没有出来啊。我的观点是这几天我们一定要去观察一下，如果预测值出来之后，到时候是在周五的时候晚上9点半，有没有可能主力是在为了等待这一个数据？到时候盘中有可能会波动，但是我整个观点还是一样。我们可以看一下整个日线啊，日线的它这一个威廉指标，上一次这一波上涨的时候，我们细心去观察一下，它指标的形态是在20下方超强的一个区间，很少去穿过这个20上方，下方全部一个超强的区间，就类似之前跟大家讲的 KD 指标是事隔半年穿过80上方，它这个指标是跟 KD 倒过来用的。你可以观察一下，目前其实它不在这个20下方的一个最强势的一个超强区，包括4个小时里面量价有一些败相，所以我的观点是，我们尽量还是以区间震荡来对待啊，包括它整个日线的这一个20MA， 其实目前我的观点是它是横向的一个结构，谈不上一个支撑跟压力。你如果真的要再做买入的动作，趋势长线中线是向上，再观察有没有压回20MA， 甚至破20MA 也都可以再找买点啊。那我个人 15K 16K 的多单想跟大家跟踪一下，就是这2只大金鱼，之前在1月份初的时候是有跟大家讲到2只金鱼，特别是这一只63名的，你自己点击进去看啊。3FRM 它4号买的超过1万多枚，目前都还没有买，只是1月7号买的那一只金鱼，你可以去看一下，现在是变到这一个地址啊，就是 EDPCS 在64名，所以我们后面跟踪这2只金鱼有没有卖，你只要跟踪这一个63名跟64名的。但是这一个64名呢，它是转移了好几个地址啊，你可以直接点进去，我刚刚是已经打开了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边的区块数据啊，你可以直接从这一个区块数据点击进去看，这一次它是从 EBK 的那一个钱包地址转了2次，又转到这一个 EDP 的这个地址里面。那最早之前，你可以直接从这个区块数据自己点击进去看，它最开始的时候就是1月7号从 EJK 的那一个钱包地址，然后转了3到4次，目前又到这个地址，所以后续我们尽量就每天去跟踪，或者隔1周去跟踪一下这2只金鱼到底有没有做卖出的动作。不过整个中线我的观点还是一样，它最好是能在这边整理一个区间，整理到位以后，看能不能再去挑战前面2万8、2万9甚至3万这整个区间的一个压力区啊。其实行情出来的时候不一定要一步登天啊，它都是慢慢的就是累似爬山啊，资金爬累了它也会累啊，会死。然后我们可以跟踪一下这个狗狗币，也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一个均线啊，其实已经讲了几天，这个位置还是有一点压力啊，目前在震荡，有可能也是20MA 目前压在头上，还有1天、2天、3天、4天、5天、6天、7天、8天、9天左右，它这个20的成本有可能才会踩在脚下。当然最重要一点就是它这整个区间尽量看不要再跌破啊，就是这个位置啊。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以太坊，也是讲了几天，量能再说，那有高点就不要追啊，可能1700还是需要蓄势一段时间，就类似目前判断比特币如果是在中线整理，那我的观点也是一样，以太坊前面的几个压力区，站上去也可以啊，或者站上去在这边震荡也可以啊，那不然就在下方先震荡，震荡以后后面突破的时候看必须要放量，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。